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次的50系显卡，你觉得这个性能达到你的预期了吗？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场景除了游戏以外需要这么高的算力？那对我们公司这种做视频吃饭的公司来说，它的意义还是挺大的。因为除了基础算力，最重要的这次50系它的视频编解码能力有了一个很特殊，但是又特别重要的提升。那比如这张 5090D， 我觉得可以预见它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掌管视频编解码的神了。那至于为什么有 D 这个尾缀，我想你应该也知道对吧？就是它是一块国区的特供卡，它的硬件和海外的5090是基本一样的，只不过通过了一些手段锁掉了它的 AI 算力。所以如果现在你用这张显卡来做一些 AI 的事情，那就有可能它会不让你用，就跟里面住了一个三体的质子一样，反正是一个有点奇怪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公司目前对 AI 的开发没有特别多，所以对我们影响没有这么大。我们主要还是跟你来讨论一下做视频它相比40系列有什么区别。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看别的，可以看看极客湾，还有别的 UP 主。那还有这张卡是我们找七彩虹借的，他没有付我们任何钱，所以我们想说什么都可以。只不过目前测下来还是期待后续驱动能把兼容性再优化一下。所以这个视频的数据仅供你一个参考，只能说明当前你立刻买它，你会获得的体验是什么样的，未来是有可能改变的。那讲完这些，我们直接开始看看这个5090高明在哪。5090的官方卡目前据我们所知，国行它是不发售的，相比4090会更薄一些，但是峰值功耗其实会更恐怖，会达到575瓦，这什么概念？它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微波炉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小型的微波炉的功耗，非常离谱。那么这次测试所用的电脑配置是 5090D 显卡，搭配 i9-14900K 的 CPU， 加上 128GB 内存。那4090用的是同一台电脑，只是更换一下显卡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做视频的人最在意的解码，也就是剪辑视频的时候卡不卡，能不能流畅回放。这其实是过去 Windows 机型最大的一个痛点，就是它渲染很快，但是播不动。这次5090升级了全新的编解码引擎，支持了 H26422 10比特的硬件解码，这个其实特别重要，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厂商，比如索尼、佳能、运动相机、无人机，包括你的手机，经常都会用到这个格式。那在我们实测中 ，4K 的时间线之上，5090D 能够全分辨率同时播放6条2765的 4K 120帧视频，它依然能够非常流畅的播放。那这时候我们能看到任务管理器里面解码器的利用率达到了100%，这个性能的提升是真的非常离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比一下你会看到，同样的参数，4090只能流畅播放2条，并且任务管理器里面能看到这个编解码引擎它并没有被调用到，因为它不支持这个硬件。但是这恰恰就是全视频行业目前用的最多的规格之一。那么一直以编解码能力著称的苹果，在这个场景之下怎么样呢？我们测下来，同样拥有硬件解码能力的 M2 Ultra 只能同时播放3条这个 4K 120的视频流。50系列不仅仅翻身了，而且领先了苹果不止一星半点，这是好久没有出现过的情况。这对于常规的自媒体节目或者我们综艺这样的多机位素材来说，能够获得一个更加流畅的回放体验，还是很好的。那规格更高的素材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是电影电视剧行业的人，我们也替你测试了，像 Red R3D 这样的 RAW 素材，因为 GPU 可以专门针对 R3D 素材解码，所以5090目前测下来能够同时回放9条8K 的 R3D 素材，就是流畅回放9条同时播放，这个非常离谱。M2 Ultra 最多只能同时流畅回放3条，如果在调色中开启降噪，5090依然能够保证单条素材的流畅回放，但是这时候 M2 Ultra 只有15帧左右，这个差异也很明显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解码能力之上，5090的表现挺出乎我们的意料的，尤其是支持这个 H265的硬件解码之后 ，Windows 剪视频的体验可以说因为这个系列的卡获得了一个质的提升。毕竟这是以前苹果 M 系列的强项，但现在这个优势在被快速追赶，甚至是被超越了一些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编码能力，也就是导出视频的速度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我们一年250个视频，每个节目基本上要花几个小时在这个事上面，所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企业运作效率。那为了能和 M 系列能够直观的对比，我们沿用了过去测试苹果 M 芯片的测试项目，也就是分为常规自媒体节目、样片日记的高画质样片这2种场景来体现。那结果你可以看一下，对于10分钟的常规自媒体节目来说 ，M4 Max 的导出时间是4分38秒，4090是3分59秒。M2 Ultra 是2分52秒，这是苹果的最好成绩，而5090的导出时间是2分23秒，这是最快的。对于大家最常用的 H265和 H264素材，这个5090编码速度已经追上了 M 系列的芯片，但是差距还没有特别明显。
那在我们样片日记这种更高规格的项目里面，2分钟的 8K RAW 素材加 ProRes 的这个视频，导出时间你可以看一下，大概相比4090提升了35%左右，和 M2 Ultra 苹果的这个芯片几乎都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完成，所以差距也没有这么大。但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一点就是，当我们打开达芬奇的超级降噪这种 GPU 压力很大的这种功能之后 ，M2 Ultra 的导出时间变成了19分24秒，4090显卡到了9分23秒，而5090的时间是多少呢？5分04秒，相比4090提升了46%，相比 M2 Ultra 快了3.8倍左右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降噪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 AI 运算。那我们猜测是英伟达给降噪运算开了一个白名单，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算力它是一个满血的5090的状态。当然这一点还需要验证，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猜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当前如果是这种 AI 降噪的功能，那确实5090能把苹果的 M2 Ultra 按在地上打，真的很厉害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们现在也会开始有点期待苹果的 M4 Ultra 会怎么来应对5090，应该也会很强，所以碰一碰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测到这里，我们目前得出的结论就是5090D 就是目前最强的剪辑显卡，它没有之一。尤其是面对高帧率的 H265 的素材，或者是像 Red 这种 R3D 的 RAW 素材，还有降噪的运算能力，它是一骑绝尘的强。那这次全新的编解码器和更强的算力，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好，那么3维渲染方面它怎么样呢？有多少朋友是做3维吃饭的？可以扣个1。虽然各家目前其实我们测下来都还没有做好适配，有很多直接读不出这个显卡，我们没法给你一个准确测试数据。但是这次5090D 升级到了32GB 的显存，这对于渲染大型的场景，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的霓虹灯街景，在渲染时爆显存的概率会小很多，也可以用更加精细的贴图。那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个 3D Mark Time Spy Extreme 的测试，那得分是25000分左右，相比4090的18000分提升了39%啊，还不错。那除了性能上提升，这次50系列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AI 的技术应用之上。无论是 DLSS 4的这个 AI 补帧，还是 AI 渲染技术，相较于之前40系列显卡，都是一种新的技术路线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始终持一定的怀疑态度，就是毕竟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得出的结果。会不会有时候你所看到的或者收到的，并不是这个创作者本身想给你的意图？这个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个基本的购买建议出来。如果你用的 Windows 电脑想用它剪辑或者做3D 的东西，那确实5090D 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这次5090D 它拥有的是3个编码单元和2个解码单元，而5080是只有2个编解码单元。但是5090相比5080贵了整整1倍，所以你让我推荐的话，我会推荐你买5080而不是90D， 理论上性价比会高上很多，体验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只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5080的这个实机卡，等到收到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帮你来实测一下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5090D 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上手，希望你觉得有点用处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它性能当然提升还是挺明显的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只不过怎么说呢，就是 AI 应用目前我感觉还没有对于我们剪视频的人来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如果哪一天它的算力能够直接帮我们理解我们的视频，自动做一个粗剪什么的，那我购买它的意愿会要多得多。当前它真的只是一个更快的菜刀，还没有变成那个厨子。反正是个好东西，但是有点贵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也请给我们点赞、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